这绝对是迄今为止最为炸裂的漫威游戏。无论是开局梦回战神3的杀人大战，还是毒液出场那一刻傲视所有反派的压迫感，加上这款游戏丝毫不输漫威系列电影的演出效果，以及操作蜘蛛侠释放的共生体技能，竟然让我有了当年初见 A 哥的震撼。那么借这个机会，黄渤就来给大家讲述这款漫威游戏的巅峰之作《漫威蜘蛛侠2》。本作的背景被设定在彼得·帕克与小黑子迈尔斯二人将各式各样的超级反派送去踩缝纫机后，纽约至此便有了2位蜘蛛侠的守护。17岁的迈尔斯就读于布鲁克林的一所高中，而帕克也有了新的工作，正是迈尔斯所在班级的物理代课老师。可作为超级英雄，反派就总见不得你事业有成。还没等帕克多讲2句，迈尔斯便注意到了窗外的黄沙，于是迈尔斯立即表示自己要上厕所，毕竟是帕克的第1节课，他也没有太在意迈尔斯奇怪的举动。但下一刻，迈尔斯便破门而入，表示自己上厕所需要老师帮忙把个尿。无奈之下，帕克只好跟随迈尔斯来到了学院楼顶。果不其然，超级罪犯杀人又开始在城市里肆意破坏。纽约南北一条街，打听谁是爹。2位蜘蛛侠立马换上战衣，向着杀人的方向迅速赶去。此时市中心早已是黄沙漫天，杀人彻底失控，身形变得巨大无比。要是继续让他在城市里为非作歹，后果可谓是不堪设想。但体型上的差异让帕克只能一边救人一边和杀人周旋。就算他使用了闪电5连鞭，也还是不敌巨大化的杀人。关键时刻还得是靠迈尔斯，凭借生物电的强大攻击，他们终于对杀人造成了高达18点的暴击伤害。帕克先是用水箱让杀人失身，迈尔斯则上前释放生物电，可这点伤害依旧无法撼动杀人。在巨型杀人的投掷下，迈尔斯差点被他甩出了纽约。好在凭借蛛丝的强度，迈尔斯这才勉强止住了强大的惯性。他再次弹射起步，重新返回战场，但这样下去还是无法阻止狂躁的杀人。幸运的是，杀人的沙暴释放了大量的电荷，让迈尔斯得以吸收其中的能量。在帕克的钢铁蜘蛛爪加持下，迈尔斯的生物电能得以释放，杀人那庞大无比的身躯在2位蜘蛛侠的组合技面前终于分崩离析。这位超级罪犯也被警力严重不足的纽约警察成功抓获。临别前，杀人口出谜语，表示会有人来对付他们2个蜘蛛侠。时间回到6个月前，超级反派猎人克雷文正在一处丛林里狩猎被他盯上的猎物，但这些猎物却让他非常的失望。于是克雷文准备在纽约开辟一处新的狩猎场，毕竟纽约不养闲人，超级反派可谓是人才辈出。而纽约这边，在经过了与杀人的大战过后，2位蜘蛛侠并没有急着回去上课，因为城市里还有着许多被困的群众，甚至一些罪犯也趁机为非作歹。值得一提的是，迈尔斯在帮助市民的时候，意外解救了号角日报的老板詹姆士，他可是蜘蛛侠的头号黑粉。当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蜘蛛侠背上的那一刻，詹姆士就知道他被绑架了。将这位老黑子送到医院后，折腾了1天的帕克和迈尔斯重新返回了学校。做一个超级英雄就是这样，根本无法在拯救纽约的同时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在校长和蔼的批评下，帕克顺利的失去了工作。咱就是说，要实在不行就开个直播带货。陷入迷茫的帕克回到了家中，恰好撞见刚下班的女友玛丽简。小情侣的事业都不太顺利，因为玛丽简正在号角日报上班，老板就是詹姆士。要是他1周内交不出头版文章，就会被解雇。可现实的情况却远不止如此。梅姨生前曾为了做慈善公益，将自己的房子抵押给了银行，帕克自然也继承了房子和贷款。毕竟能力越大，贷款越多。面对巨额的还款压力，再加上工作的不稳定，帕克感觉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这时他想起了梅姨曾对自己说过的话，那就是平衡是个过程，而非终点。帕克不可能一个人扛下所有，人生总归需要放弃点什么。就在帕克陷入人生低谷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正是帕克与玛丽的好基友哈利。由于哈利曾患上了夺走他母亲生命的同一种遗传疾病，导致哈利这些年浸泡在营养液中，艰难地维持着生命。但如今他却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帕克也顾不上哈利经历了什么，只要好基友能够活着，他都由衷的为之感到高兴。2人骑上自行车，一路来到了以前上过的高中。在学校里，他们重温了当年的学生时代，那无忧无虑的时光。哈利自从康复后，便创办了一家科技公司，目的是为了治愈整个世界。他深知好基友帕克在生物和物理学上的天赋，于是哈利想要邀请帕克加入他们。反正帕克也没工作，索性表示等有空先去哈利的实验室参观一番。第2天，由于木筏监狱需要转运几个超级罪犯，为了确保护送任务的顺利，帕克叫上了迈尔斯。就在迈尔斯打算前往监狱的时候，父亲的照片让他陷入了回忆。他的父亲死于一场由底片先生李老板策划的爆炸事件中。尽管李老板已经被绳之以法，但迈尔斯却始终无法放下仇恨。至于迈尔斯的母亲，毕竟还在风韵犹存的年纪，所以他物色了一个还算不错的老伴，打算抽个时间带老伴来见一见迈尔斯。毕竟眼下还有重要的事。迈尔斯答应母亲后，便立即来到了木筏监狱。然而这次押送的囚犯竟然正是害死了迈尔斯父亲的李老板以及另一个超级罪犯蝎子。还没等迈尔斯强压怒火，克雷文便带着猎人军团杀了出来，看来是想要带走2个超级罪犯。猎人军团的科技至少领先纽约2年半，什么隐身战机、鸟型无人机、重型装甲车、摩托艇，所有高科技装备一应俱全。反观纽约这边的安保可以说是没有安保，全靠2个蜘蛛侠挣牌面，奈何终究势单力薄。先是蝎子被猎人军团带走，眼见李老板也即将落入克雷文之手，迈尔斯只能竭尽全力阻止，可他身后的无辜市民却即将掉进螺旋桨之中，这一旦掉进去，起步也得缝几针。身为一名超级英雄，迈尔斯只能舍弃李老板，转身将碍事的市民救了下来。这些突然出现的猎人本就强大，再加上他们有了蝎子
和杀父仇人李老板，想必之后一定更加棘手，并且迈尔斯也开始对李老板更加的憎恨。可对于目前的帕克来说，还是得先解决工作问题。帕克应哈利的邀约，来到了他的初创企业，毕竟哈利的父亲可是前座的市长诺曼。在接下来的参观中，帕克感受到了什么叫富二代的烦恼。这个科技公司就像哈利的梦想一样，目的是为了治愈世界。他们有着可以驱赶狼蜂、保护蜜蜂的小型无人机，甚至还培育出了能够在干旱条件下生长的植物，以解决全球饥饿的问题。不仅如此，实验室里甚至还有一台粒子加速器，就连曾经的超级反派蜥蜴人康纳斯博士都在为哈利的科技公司工作。也正是因为康纳斯博士的研发成果，才让哈利能够康复。哈利为了让帕克能够加入他的科技公司，还专门为帕克准备了一间办公室。这种不亚于求婚的仪式感，彻底俘获了帕克的芳心。好基友二人组也终于在时隔多年后，能够再次一起为治愈世界做出一份贡献。帕克也算是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离开哈利的公司后，帕克从迈尔斯那里得知了猎人军团的线索，跟着线索，他一路来到猎人军团的据点，通过电脑上留下的信息，这才得知猎人克雷文想要的不仅是李老板和蝎子，甚至还有帕克的前女友黑猫。而在留下的录像中，无辜的反派蝎子竟然被猎人克雷文残忍杀害。原来克雷文并非想跟超级罪犯们合作，而是想猎杀他们。这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罪犯们要都给克雷文宰了，那蜘蛛侠不就失业了？简直就是倒反天罡。帕克立马将这件事告诉了迈尔斯，让迈尔斯去找黑猫。他主要是怕黑猫这个前女友听不进自己的劝告。之后，迈尔斯利用好友甘奇提供的 AR 技术，很快便锁定了黑猫的位置。此时，猎人们也开始了围剿黑猫。黑猫果然牛而逼之，他竟然从奇异博士那里偷到了能够开启传送门的瓦图姆魔杖。见黑猫想要离开，迈尔斯立即追了上去。他本想劝阻黑猫停下，但黑猫却根本不想搭理这个小黑子或者别的蜘蛛侠。无奈之下，迈尔斯只能跟随黑猫穿过一道又一道的传送门，期间甚至还被传送到了南极大陆。好在迈尔斯早就配备了蛛网翼，这才能够勉强咬住黑猫的屁股。迈尔斯在一处公园将之拦住，并且希望黑猫能够提供帮助，但黑猫却表示他的正确女友在巴黎遇到了危险，所以他必须尽快赶去巴黎。于是，在迈尔斯的帮助下，他们打开了通往巴黎的传送门。黑猫在表示感谢后，留下瓦图姆魔杖前往了巴黎。见魔杖如此强大，迈尔斯本想利用它找到李老板，但魔杖却凭空消失，只留下了一张王写给他的纸条，上面写着不许开挂。就在迈尔斯陷入苦恼的时候，好友甘奇提醒了他，既然猎人克雷文失去了狩猎目标，那么他一定会盯上其他超级罪犯。恰好最近迷禁魔刚刚出狱，他现在已经不杀人了，还在科尼岛开启了游乐设施，迷禁魔极有可能就是猎人的下一个目标。然而当迈尔斯赶到游乐园后，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在迷禁魔的盛情邀请下，迈尔斯甚至还体验了一把迷禁魔的次时代娱乐项目。就连帕克也与玛丽和哈利来到了游乐园，见游乐园有帕克在，迈尔斯索性也就先一步离开。随后帕克一行三人将游乐园的设施玩了个遍，期间甚至发现了另一个超级反派牧师。从良的牧师已然成为游乐场的一名员工，想必他应该不会再乱杀人了。就在他们玩大锤王的时候，哈利却显得有些反常，因为他一锤下去就破了这个游戏的记录。毕竟大病初愈，力气大点还是非常合理的。为了给帕克这对小情侣腾出点空间，哈利索性让他们前去乘坐摩天轮。在烟花的氛围烘托下，帕克与玛丽依偎在了一起。和反派就是见不得你谈恋爱。大量的猎人出现在了游乐场，目的显然是下方的牧师。帕克立即换上战衣前去帮助牧师，可战斗却损坏了大部分娱乐设施，他只能先去营救那些乘坐过山车的市民，而牧师也被猎人趁机掳走。面对上方压来的摩天轮，还有即将跌入火海的过山车，帕克的力气也即将耗尽。关键时刻，哈利竟然硬生生抬起了摩天轮，并且手上还缠绕着无数的黑色触手。在哈利的帮助下，帕克这才得以救出了市民。经过这件事，哈利知道了帕克蜘蛛侠的身份。至于哈利身上的黑色触手，根据康纳斯博士的解释，他不仅治疗好了哈利，同时还是一件具备自学能力的外骨骼战衣。这也就意味着哈利拥有了不输于蜘蛛侠的超能力，并且还能成为一名超级英雄。为了能够更好的控制黑色触手，哈利与帕克一同回到科技公司，对这件外骨骼战衣进行了一夜的测试。时间很快便来到了第二天，哈利的父亲诺曼见到一地的狼藉，丝毫没有责怪两个年轻人的意思，只是担忧的说道：“康纳斯博士失踪了。”意识到情况不妙的帕克赶紧离开了科技公司。恰好前女友黑猫为了报答迈尔斯，索性告诉了帕克牧师的下落。在黑猫的指引下，帕克赶到了被猎人占据的炼钢厂。出乎意料的是，哈利竟然化身哈利侠杀了出来，甚至还换上了一身帅气的战衣。如今他有了超能力，好基友有麻烦，哈利自然要挺身而出。在蜘蛛侠和哈利侠的全力配合下，猎人们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他们也顺利的救出了牧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哈利绝对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超级英雄。由于康纳斯博士下落不明，玛丽简本打算前往博士家中调查，在发现有许多猎人后，他就藏进了猎人的车里。阴差阳错之下，玛丽竟然被带到了一所废弃动物园之中，想必康纳斯博士就在这里。于是玛丽在通知帕克以后，当即化身记者侠，没有任何一个敌人能够扛得住他的攻击。就算玛丽被弩箭射中，也丝毫不影响他的战斗力。在将整个废弃动物园负责看守的猎人屠戮殆尽后，玛丽成功找到了被关押起来的康纳斯博士。然而猎人克雷文却出现在了他们面前。对付普通的猎人，玛丽简重拳出击，但面对克雷文，他却唯唯诺诺。不等康纳斯博士解释这是个误会，克雷文将一剂不明液体注射进了博士体内。此时蜘蛛侠和哈利侠姗姗来迟，克雷文不再理会他们，便扬长而去。而康纳斯博士也因为不明液体即将变成蜥蜴人，在博士的指引下，他们前去找到了制作解药的血腥，但克雷文却不会善罢甘休，他还要等着博士变成蜥蜴人，以开启属于猎人的狩猎。眼见血腥被克雷文夺走，帕克立
立即上前想要抢夺，但克雷文却不讲武德，一刀捅爆了蜘蛛侠的腰子，甚至还将匕首硬生生折断。博士也因为没有解药变成蜥蜴人后逃走，见好友命悬一线，哈利爆发出了所有潜能，与克雷文战斗在了一起，甚至将之赶走，但一切都为时已晚。蜘蛛侠咯喽一声咽气了，似乎是感受到了哈利的悲痛。哈利身上的战衣再次化为黑色束手，竟然奇迹般的转移到了帕克的身上，在黑色战衣的包裹下，帕克竟然起死回生，甚至拥有了更强大的力量，就连身上的蜘蛛战衣也变成了黑色。以往难缠的猎人面对战衣的黑色束手根本不堪一击，三人很快便逃回了哈利的公司。可新的问题却出现了，没有了黑色战衣的力量，哈利的身体只会逐渐的衰弱下去。尽管帕克想要归还战衣，但战衣似乎却不太情愿回去。如今唯一知道如何归还战衣的康纳斯博士，也在变成蜥蜴人后下落不明。想要让博士变回去，就只能先拿到挂在猎人克雷文脖子上的血清。帕克立即根据断刀上的线索，找到了一处被猎人当作据点的酒店。为了不打草惊蛇，帕克本想去找一套西装混进去，却没料到这件黑色战衣竟然能够随意变换外形。在这近乎天衣无缝的乔装打扮下，帕克顺利的混进了酒店内部。在将克雷文休息室饲养的老虎哄睡以后，帕克竟然意外的发现了克雷文服用的化疗晚期药物。看样子克雷文早已身患绝症。他猎杀这些超级罪犯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个强大的对手，让自己能够以猎人的身份光荣战死，而不是被癌症折磨致死。根据这里留下的线索，帕克一路查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果不其然，克雷文早已在此恭候多时。黑色战衣的力量让他觉得蜘蛛侠有希望能够杀死自己。可就在战斗的过程中，克雷文意外发现钟声这样的特定音波能够让穿上黑色战衣的帕克无比痛苦。在钟声的干扰下，帕克只能强忍痛苦，从克雷文身上夺走血清后便迅速逃离。然而帕克却不知道，他已经成为了猎人克雷文的终极猎物。为了通过血清研制出解药，他们甚至用上了公司的粒子加速器。眼见解药即将完成制作，猎人们却跟着血清上的定位装置找了过来。如今的帕克强了可不止一星半点，在绝对的力量之下，猎人军团也只是螳臂当车而已。解药很快就制作了出来，可战斗的波及却让科技公司成为了一片废墟。哈利的父亲诺曼也赶到了现场，见儿子没事儿，诺曼也放下了悬着的心。一个小小的科技公司而已，大不了再给乖儿子重新开一个。回到迈尔斯这边，由于迟迟找不到杀父仇人李老板，他心中的仇恨也越来越强烈。从帕克那里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他便与帕克带上解药，一同寻找变成蜥蜴人的康纳斯博士。当他们发现博士的时候，这个蜥蜴人早已失去了控制，并且猎人军团也在对其进行围剿。然而就在追逐蜥蜴人的途中，帕克的心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不但嫌迈尔斯碍事，还要独自前去面对蜥蜴人。似乎黑色战衣正在逐渐影响帕克的心智。帕克独自一人追着蜥蜴人来到了下水道，并且在这里发现了诺曼为康纳斯博士建造的实验室。而实验室里一颗形状怪异的陨石却引起了黑色战衣的强烈反应。蜥蜴人也终于在此时出现。帕克有了战衣的加持，丝毫不惧身形巨大的蜥蜴人。二人一路从下水道打到街道之上。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追逐和战斗过后，帕克终于将解药注射进了博士体内。恢复正常的博士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帕克身上的黑色战衣，于是博士坦白了治疗哈利的真相。原来多年以前，那颗形状怪异的陨石连同一只共生体坠落到了纽约。当博士试图靠近共生体的时候，竟被其缠住了右臂。为了摆脱共生体，博士只能让手下开枪打断了自己的右臂。而这个共生体就是一个外星生物，能够与宿主进行融合，并给予宿主强大的生命力和力量。但共生体会影响宿主的心智和意识，直到将宿主完全吞噬。在意识到共生体选择了帕克以后，博士打算立即安排销毁共生体，但此时的帕克已经被影响，竟然直接夺过了博士的手机，并声称共生体让他成为了更厉害的蜘蛛侠。说罢，他便回到了家中。强烈的困意让帕克就连玛丽用心写的文章也不愿多看一眼。诡异的是，共生体还为帕克贴心的盖上了被子。然而帕克早已成为了猎人克雷文的狩猎目标。大量的猎人出现在了屋外，玛丽本想告知帕克，但他却不见了踪影。无奈之下，玛丽简只能再次化身记者侠，向着屋外杀了出去。他一个人就包围了所有猎人，甚至还能抽空通知迈尔斯。然而帕克却因为猎人的围追堵截，从而陷入了疯狂。就连随后赶到的迈尔斯也成为了他的攻击目标。关键时刻，记者侠及时赶到，他让迈尔斯将帕克踢进隧道，以便自己和帕克单独聊聊。迈尔斯在外面争取时间，玛丽简紧随其后冲进了隧道。可由于帕克陷入沉睡，共生体已然接管了他的身体，竟直接对玛丽开始了家暴。好在经过玛丽一番堪比劳拉的身法，才侥幸逃出了隧道。至于在外面争取时间的迈尔斯，也被假扮成热心市民的猎人迷晕了过去。猎人克雷文深知帕克一定会来救迈尔斯，这个小黑子拿来当个诱饵也不错。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清晨，帕克在公园的长椅上醒来，并且对昨晚发生的事没有丝毫印象。在共生体的影响下，就连哈利打来电话想要拿回战衣，帕克也视若无睹。他觉得只要自己有了共生体，就会让这个城市变得更美好。而玛丽简也发布了关于蜘蛛侠的负面新闻。在看到新闻以后，心生怨念的帕克前去找到了哈利，恰好玛丽也在这里。他本想提醒帕克，共生体正在影响他的心智。至于负面新闻，也只是玛丽迫于工作压力的无奈之举。见帕克没有归还战衣的意思，哈利感觉帕克就是一个负心汉，完全不顾自己的生死。三人因此大吵了一架，原本感情深厚的铁三角也就此不欢而散。回到迈尔斯这边，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被猎人克雷文安排进了竞技场，而他的对手竟然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杀父仇人马丁里。迈尔斯想要活下来，就只能和李老板以命相搏。有了报仇的机会，迈尔斯自然不会放过，他立即和李老板战斗在了一起。迈尔斯使用了自己所有的技能，就连超级毒液轰炸也再次被他释放了出来。眼见不敌迈尔斯，李老板干脆将他拖
拖进了幻境之中。在这里，李老板不断挑动迈尔斯的负面情绪，结果反而让年仅17岁的迈尔斯解开了缠绕自己的心结。作为蜘蛛侠，需要做的并不是杀死罪犯，而是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人。李老板也并不是坏到了骨子里，在得知是自己害死了迈尔斯的父亲后，他心中也产生了深深的愧疚感。本想让迈尔斯就这样结果了自己，但迈尔斯非但没有动手，甚至还将李老板扔出了竞技场，让他前去寻求蜘蛛侠的帮助。区区杀父之仇，何足挂齿？逃出升天的李老板立即前去找到了帕克，将迈尔斯被困的消息告诉了他。如今的帕克心中全是自负和暴虐，在前去营救迈尔斯的路上，他不但埋怨迈尔斯乱添麻烦，甚至还暗自下定决心要杀了克雷文。随后帕克径直杀进了关押迈尔斯的猎人据点。如果说他以前面对罪犯最多是将其打晕，那么现在的猎人面对黑化的蜘蛛侠就是起步残疾。很快他就杀到了猎人克雷文面前，见到终于有人能够杀死自己，克雷文也不再留手。身为一名猎人，那就是利用所有方式攻击对手。他专门打造了一个能够让帕克陷入痛苦的大钟。可尽管如此，克雷文在共生体加持下的帕克面前也只不过是一只蝼蚁罢了。眼见克雷文即将如愿以偿赴死，迈尔斯突然出现，将克雷文救了下来。无尽的怒火瞬间吞噬了帕克的意识，并将矛头对准了爱他似的迈尔斯。为了让帕克恢复理智，迈尔斯用尽了浑身解数，他利用大钟和电疗强行唤醒了帕克的自我意识。帕克也终于意识到了共生体对自己的影响，于是他靠着坚定的意志和信念，强行把共生体从身上撕了下来。迈尔斯也顺势将共生体装进了容器中。恢复心智的帕克也由衷对迈尔斯表示了感谢。如今要做的就是把共生体交给康纳斯博士，将之彻底摧毁。可就在帕克来到实验室后，哈利却拦住了他的去路，想要要回救命的共生体。受到了共生体影响的帕克深知其中的危害，然而在哈利看来，帕克不愿归还共生体，就是想让自己去死。在二人争执的过程中，共生体感受到了哈利的执念，于是他挣脱容器，重新回到了哈利的身上。由于哈利早已被负面情绪影响，共生体彻底接管了他的身体，随之而来的就是傲视一切超级罪犯的毒液。帕克在毒液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像小鸡一样被随手扔到远处。诺曼手下的安保此时也一拥而上，想要劝阻老板的儿子。战斗可以说毫无悬念，毒液在大楼里横冲直撞，任何一个拦路的安保都只能被他无情杀害。毕竟都是打工的，犯不上玩命。毒液很快就冲出了实验室，并来到了老戏骨时代广场。一心求死的猎人克雷文也来到了毒液的面前，本以为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但他却没料到，在毒液面前，他只不过是无能狂怒而已。所幸的是，这一次没有人来打扰他的寻死。在毒液的血盆大口下，猎人克雷文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烦。之后暂时恢复理智的哈利来到了母亲的墓前，在毒液的影响下，他脑子里净化世界的梦想变得更加坚定。可所谓的净化，其实就是将地球同化成共生体星球。一场空前的危机也即将席卷整个纽约。毒液很快开始了自己的计划，纽约的各处开始出现共生体巢穴，甚至还有许多被感染成共生体的市民，还导致迈尔斯的母亲和甘奇被困地铁站。所幸两个蜘蛛侠及时赶到，将他们救了下来。来到玛丽这边，因为报道蜘蛛侠的负面新闻让詹姆士非常满意，于是决定给玛丽升职加薪。不过之后的文章需要更加劲爆。就在玛丽告知了帕克这个喜讯后，哈利却不合时宜地找上了门，并将黑色触手伸向了玛丽。意识到情况不妙的帕克立即向着家中赶去，好基友招呼都不打就去找自己的女友，去晚了那还了得。然而就在帕克赶到后，火气很大的哈利竟然当着帕克的面让触手包裹住了玛丽简。仅仅片刻时间，玛丽简就被共生体同化成了猛眩，所有的负面情绪瞬间侵蚀了玛丽。在毒液的授意下，小两口只能大打出手。出于无奈，帕克只能展开了家暴。在爱的铁拳下，玛丽的意志终于被唤醒，靠着强大的意志力，玛丽将共生体撕了下来。小两口也彻底消除了之前的隔阂。玛丽见关键时刻，老板詹姆士竟然打来电话骚扰，干脆直接将老板炒了鱿鱼。在被共生体同化的期间，玛丽受共生体的蜂巢思维影响，得知了毒液似乎正在寻找一块石头，正是那块形状怪异的陨石。和眼下的情况越发危机，纽约市区出现了大量的共生体巢穴，一夜之间，纽约的罪犯们都老实了不少，就连纽约警察似乎都集体休假。两位蜘蛛侠忙得那是焦头烂额，奈何终究是寡不敌众。帕克被一群共生体按在了地上侵蚀，就连迈尔斯也束手无策。关键时刻，超级反派李老板竟然出手将他们救了下来。奈何帕克体内还残留着共生体，必须进入他的意识空间才能彻底将之清除。出于对迈尔斯的愧疚，李老板决定用自己所有的超能力来清除帕克体内残留的共生体，而迈尔斯也对李老板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I won't forgive you. It's just not in me. But I can't carry this hate for you anymore, man. So let's set things right. You and me.
在李老板的帮助下，帕克终于得救。李老板因此失去超能力，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由于李老板的超能力中和了共生体，让帕克意外获得了一件超强战衣，名为反毒液战衣。至此，帕克的力量得到了质的飞跃。暂时解除危机后，李老板也决定主动前去自首。迈尔斯的表现不可谓不好，他转变了自己最大的敌人。那么接下来就是彻底消灭毒液这个可怕的怪物。然而毒液却先一步前去找到了哈利的父亲诺曼，并从实验室成功夺走了陨石。有了陨石的力量，整个纽约市都布满了共生体产生的黑色物质。为了找到陨石的位置，帕克独自前去面对毒液。在与毒液接触的过程中，帕克进入了蜂巢思维，很快就锁定了陨石的位置。好在迈尔斯及时赶来，将帕克从毒液手里救了下来。回到家中后，他们立即制定好了作战计划，那便是帕克前去吸引毒液的注意，调虎离山。迈尔斯负责牵制守在门口的共生体，而玛丽简则再次化身记者侠，单枪匹马杀进了巢穴之中。区区几个共生体根本拦不住记者侠，玛丽很快就顺利的拿到了陨石。另一边，毒液一路追着帕克，来到了帕克与哈利一同就读的高中，二人也准备在这里既分高下，也决生死。面对毒液这个拥有强大力量的怪物，身着反毒液战衣的帕克丝毫不惧，双方打的那是有来有回，可终究还是毒液更胜一筹。就在帕克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毒液感应到了陨石被人夺走，于是他背后瞬间生出一张巨型翅膀，提溜着蜘蛛侠便向着玛丽简的方向飞去。经过一路的追逐，玛丽在迈尔斯的护送下来到了哈利的科技公司，准备用这里的粒子加速器彻底摧毁陨石。最终一战也就此拉开帷幕，两个蜘蛛侠轮番上场，与毒液相互抢夺陨石，甚至一度打到了高空之中。眼见陨石即将被摧毁，毒液再次张开双翼，带着傲视一切的气势，就要与两个蜘蛛侠拼命。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战斗过后，陨石终于被摧毁，哈利也短暂的恢复了意识。如今阻止毒液的唯一办法就是杀死身为宿主的哈利。尽管帕克心中悲痛不已，但为了拯救毫无抵抗之力的纽约，他只能将反毒液的力量灌注进了哈利的体内。随着毒液被消灭，遍布整个纽约市的共生体和巢穴几乎在一瞬间灰飞烟灭，纽约重新回归了正常。看着陷入悲伤的帕克和玛丽简，迈尔斯决定用自己的生物电再抢救一下哈利。果不其然，奇迹出现了，在迈尔斯的生物电刺激下，哈利愣是被抢救了回来。事情过后，哈利被送往医院，可因为失去了毒液的力量，本就患有遗传疾病的哈利从此沦为了植物人。而哈利的父亲诺曼则是恼羞成怒，将这一切的责任都怪罪到了蜘蛛侠头上，并且安排手下准备祭血清，为接下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众人的生活也重新回归了正常。辞掉工作的玛丽简做起了独立媒体人，帕克则想要延续好基友哈利的梦想，为净化世界做出一份贡献，并且决定为蜘蛛侠放个假。而守护城市的重任自然也就落到了迈尔斯的头上。当然，迈尔斯早就证明了自己的业务能力，有他在的一天，纽约市的警察就别想靠自己抓到罪犯。故事的最后，诺曼前去找到了章鱼博士奥托，想让他告诉自己蜘蛛侠的真实身份，看来是在为漫威蜘蛛侠3部曲的终章做铺垫。至于放下了心结的迈尔斯，也与聋哑人海莉谈起了恋爱。不仅如此，迈尔斯风韵犹存的母亲也将物色好的老伴请到了家中做客，而这个男人也将他的女儿带了过来。这个女孩名为辛迪·穆恩，同样也是一名被放射性蜘蛛青睐过的蜘蛛侠蛛丝。我是修边黄魔，咱们下期再见。相信许多观众在儿时都有一个成为超级英雄的幻想，其中对多数人影响最深的便是满嘴骚话的蜘蛛侠彼得·帕克。他不仅能够在高楼大厦之间利用蛛丝随意的穿梭，还能使用蜘蛛的感官提前预知危险，甚至可以举起高达10吨重的物体。除了这种让人羡慕的超能力以外，蜘蛛侠的正义和善良也令人由衷的敬佩。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句话更是让我记忆犹新。那么借这个机会，黄魔就来给大家讲述这款让无数玩家成为失败的 man 的游戏《漫威蜘蛛侠》。本作的剧情设定在彼得·帕克成为蜘蛛侠数年后，经历了本叔叔的死，帕克肩负起了守护这座城市的重任，可犯罪率却依旧居高不下。还没睡醒的帕克只能赶紧穿上了自己的原味战衣，可房东的催租却永远不会迟到。刚从大学毕业的他，还是逃不过社会的毒打。面对警方通讯频道的突发状况，帕克选择了跳窗支援。借助蛛丝的摆荡，他的身影不断穿梭在街道上方，而警察队长渡边有里也与帕克取得了联系。他们已经找到全美最大黑帮头目金并的犯罪证据，可实力雄厚的金并为了阻拦警方的搜查和追捕，派遣了大量的手下试图拖延时间销毁犯罪证据。好在帕克及时赶到，他直接无视敌人的枪林弹雨，利用敏捷的身法硬是闯进了金并所在的菲斯科大楼。面对拥有超能力的蜘蛛侠，这些小卡拉米只能束手就擒。帕克很快便来到了金并的面前，这位黑帮大佬体重足有2.01米，全身90%以上都是肌肉。他不仅拥有强大的力量，还心思缜密，甚至试图用炮塔偷袭帕克。可这种程度的武器只不过是帕克手里的玩物罢了。暴怒的金并当即冲了上去，与帕克展开了近身肉搏。二人的战斗甚至砸穿了地板。奈何金并的力量虽然强大，但也终究无法敌过灵巧的蜘蛛侠，最终还是被帕克倒吊在了半空之中。可这座城市失去了地头蛇的约束，就会出现更多肆无忌惮的反派。如今的帕克却管不了这么多，在公众面前他是一个失败的 man， 但私底下他也有着普通人的苦恼和忧愁。作为刚入社会不足2年半的毕业大学生，蜘蛛侠只是帕克的副业，他的主业是一名从事科学研究的练习生，主要负责协助科学家奥托在意志方面的研究。在帕克的心里，奥托博士如师如父，也是自己的人生导师。可因为实验的暂时失败，导致经费委员会在看到这一幕后选择了撤资。尽管面临资金的问题，奥托博士还是选择了忍一手，继续坚持自己的研究。一次偶然的机会，帕克悄悄地回到了实验室，准备修复自己的衣服，可中途却没料到奥托博士竟然带着盖饭回来了，甚至发
发现了帕克的蜘蛛服，还没等帕克解释这是 cosplay， 奥托就先入为主，将他当成了蜘蛛侠的内衣设计师。毕竟奥托打小就喜欢这孩子，所以选择了为他保守这个秘密，并且还亲自帮助帕克改良蜘蛛战衣。经过了奥托博士的帮助和指点，帕克拥有了自己的新战衣，还能随时创造更多的战衣和附加武器。在应对城市里歹徒犯罪的时候，他也能够更加帅气的惩奸除恶。而另一边，自从本叔叔去世以后，帕克的婶婶梅姨便加入慈善会，做起了志愿者。在帕克的心里，梅姨既是他最亲的人之一，也是最无私和善良的人。慈善会的创始人是一位名叫马丁里的华裔，李老板也非常的尊敬和敬佩梅姨，甚至还在梅姨生日那天为她举办了一场派对。可毕竟城市里的犯罪仍在持续，临时接到消息的帕克只能借口离开。通过渡边有里口中得知，原来是负责拍卖金并资产的拍卖行遭到了袭击。当帕克赶到以后，发现了一伙戴着面具自称为心魔的组织袭击并控制了这里，目的似乎是为了寻找拍卖行中的某个文件。巧合的是，帕克在这里遇见了自己的前女友玛丽姐。玛丽作为一名不要命的记者，本来是打算探查金并更多的秘密，却误打误撞被卷了进去。凭借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玛丽意外发现了一个写着魔鬼之息的文件，可她却不慎被心魔的人发现。好在帕克及时赶到救下了玛丽，可为了保护这位前女友，他只能眼看着文件被敌人抢走。事情过后，帕克和玛丽二人来到了以前经常去的餐馆叙旧。就在氛围逐渐暧昧起来的时候，窗外的警笛声却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作为一名合格的超级英雄，帕克想也没想就追了上去。原来是超能力罪犯郑东人正在抢劫珠宝店，为了阻止郑东人在城市里为非作歹，帕克硬是追了他几条街，才将其成功抓获。这一系列事情想来并不简单，于是帕克拿上心魔的面具，回到慈善会，询问身为华裔的李老板是否知道一些线索。当李老板看见面具的时候，就像看到自己的东西一样，显得十分惊讶，于是直接说出了这是来自古代中国戏曲面具的复制品，上面的符号正是心魔。他甚至还劝说帕克，如果牵扯到其中会非常危险。另一边，博士研究的意志取得了进展，市长诺曼也亲自来到了这里。他是帕克大学时期好友哈利的父亲，可诺曼却不是来道贺的，他以不符合安全规定为由，停掉了市政府的援助资金，并将奥托博士所有的研究设备全部转移到了自己旗下的奥氏企业。二人似乎早有过节，没有了资金来源，帕克也因此彻底交不起房租了。但身为一名超级英雄，他依旧需要守护这座城市。在随后调查心魔的过程中，帕克结识了一位非常有正义感的黑人警察戴维斯。戴维斯虽然没有超能力，但他可以直面心魔这种可怕的敌人，甚至还能在关键时刻充当一名绝世好队友。而戴维斯也因此以凡人之躯拯救了市民。由于没钱交房租，帕克的私人物品都被房东扔了出去，他只能在梅姨的办公室借宿了一晚。见侄子生活窘迫，不忍心的梅姨将自己的部分养老金给了帕克用作生活费。梅姨还希望侄子下次有需要就主动说。这时李老板走了出来，就像是交代后事一样，告知梅姨自己要离开一段时间。虽然有些奇怪李老板的举动，可当务之急，帕克还是需要先维护城市的和平。因为心魔组织最近开始越发的猖狂，不断蚕食金并遗留的势力，但在阻止他们的过程中，总是避免不了破坏一些公共设施。因为之前警察戴维斯的出色表现，市长诺曼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开表扬了这位尽忠职守的英雄。帕克和玛丽来到了这里，台下戴维斯的妻子以及儿子迈尔斯也为父亲感到无比的自豪。然而随着市长接到一通恐吓电话，帕克也感应到了危险来临，四周出现了数名像底片一样的怪人，就连副市长也同样发生了变化，露出了身上的炸弹。见到这一幕，戴维斯想也没想，一把推开了副市长。可一切都为时已晚，在四周连续的爆炸过后，就连帕克也身负重伤，陷入昏迷。而戴维斯的儿子迈尔斯则强撑着受伤的身体，不顾一切的向着中心赶去。可当他来到演讲台的时候，父亲戴维斯已经牺牲了。一个星期过后，侥幸逃过一劫的市长诺曼为戴维斯举行了葬礼。帕克因为自己的大意没能救下戴维斯，导致他心里非常的自责。于是帕克决定尽自己所能帮助迈尔斯走出阴霾。根据自己蜘蛛侠的直觉，再结合那天所看到的，帕克感觉幕后主使正是慈善会的李老板。在接下来一系列调查中，帕克得知了心魔大费周章夺取金并的东西，原来是为了对付市长诺曼，可具体原因却无从得知。而市长诺曼为了保护自己，甚至聘请了名为银雕的雇佣兵组织，他们的首领名为银雕女，似乎对蜘蛛侠这种超级英雄非常的反感。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帕克悄悄地来到了李老板的办公室。这里的线索证明了李老板就是心魔的首领，某种神秘的力量让他成为了大反派底片先生。李老板不但想要除掉市长，还在寻找某种名为魔鬼之息的生化武器。为了搞清楚魔鬼之息到底是什么东西，帕克与玛丽开始合作调查线索。他们发现心魔将矛头指向了奥氏企业的财务长，奥氏企业正是市长诺曼旗下的公司。在帕克费尽周章的解救了财务长以后，竟得知了市长诺曼这些年不断在为魔鬼之息投资。之后李老板带领着心魔抓住了研究魔鬼之息的科学家。李老板通过自己的超能力，在科学家口中得知了魔鬼之息的项目负责人名叫摩根。此时的摩根正受到银雕的保护，魔鬼之息也在他的手上。在银雕万无一失的保护下，摩根成功的被心魔组织掳走。接到消息的帕克也迅速的向着他们离去的方向追去。借助蛛丝的高机动性，帕克成功的登上了摩根博士所在的卡车上，但李老板却一把抓住了帕克，并用自己的超能力将他拖进了幻境之中。作为一名超级英雄，该有的职业素养还是有的。李老板的小把戏根本无法阻拦帕克，很快幻境就被破解。帕克趁此机会截停了疾驰的卡车，成功的救出了摩根博士。可魔鬼之息却还是被夺走。通过摩根博士口中以及之前得到的线索，原来魔鬼之息本是用来治疗遗传病的，可研发这种药物只要操作不当，就会变成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生化武器。果不其然，之后玛丽在奥氏企业的
科技展览会上，试图调查心魔举动的时候，李老板带着心魔的人出现了。他试图利用人质要挟市长诺曼来到这里，可诺曼却不会在乎市民的生死，于是他们立马准备释放魔鬼之息。好在玛丽凭借自己的前行技巧，再加上蜘蛛侠的暗中协助，成功在魔鬼之息释放前将之关闭。帕克也终于能够肆无忌惮地处理剩下的心魔成员，并一路来到了李老板所在的列车。蜘蛛侠也终于和这位超级反派开始了战斗。凭借灵巧的身法，帕克躲过了可怕的能量冲击，并依靠列车控制室的电流，成功地制服了李老板。但疾驰的列车却已经无法停下，帕克只能按照以前的方法截停列车，但这一次似乎不太管用了，于是他只能强行将铁轨拉起来。随着列车冲出地面，这场因心魔引发的事件得到了平息，但这种暂时的安定或许并不能维持多久。之前在对付心魔的期间，帕克为了让迈尔斯走出阴霾，于是邀请了他前来慈善会做义工，或许用这种方式似乎更能治愈失去亲人的痛苦。期间在帕克的协助下，奥托博士在意志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奥托没有继续选择人一手，而是转变思路，研制出了通过神经元控制如同章鱼触手一般的装置。可这种触手却有着很大的副作用，不但影响了奥托的情绪和性格，甚至勾起了他内心深处的邪恶。看着眼前在电视上得意洋洋的市长诺曼，对诺曼无尽的恨意让奥托从这一刻开始成为了章鱼博士。很快一系列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帕克发现魔鬼之息被人抢走，而另一边莱克岛监狱的罪犯也逃了出来，无数的罪犯纷纷涌入了城市之中。更加糟糕的是，数名反派也都被释放。面对即将到来的强大敌人，帕克只能换上了更加帅气的战衣。当他一路追赶这些超级反派来到外面的时候，很快便遭到了围攻。电光人、秃鹫、犀牛人、毒蝎人，甚至连底片先生李老板也都开始了围剿蜘蛛侠。这场面可谓是群魔乱舞，可毕竟双拳难敌四手，这些超级反派纷纷各自施展神通，将蜘蛛侠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就在这个时候，化身成为章鱼博士的奥托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原来是他一手造就了眼前的局面，他随手便将蜘蛛侠从高楼之上扔了下去。在向一众超级反派下达了命令后，他来到了城市之中，并毫不犹豫地释放了魔鬼之息。一场可怕的生化病毒也即将在城市中蔓延。仅仅一天过后，无数的市民遭到了感染，就连梅姨也没能幸免。尽管梅姨自己都在咳血，她也没有停下手头的工作。而帕克在接受治疗后，强忍140根骨头断掉的痛苦，继续开始了将这些罪犯送进监狱的工作。可由于市长诺曼将一系列事情都怪罪到了蜘蛛侠头上，导致银雕也成为了他的敌人。债多不愁，事多不痒，帕克觉得这些都无所谓了。好在这些超级反派并没有集合在一起，他先是碰上了电光人和秃鹫。电光人利用发电厂的电力不断攻击帕克，秃鹫则在高空伺机偷袭。好在这些攻击都被他轻松化解，帕克很快找到机会将秃鹫打落在了地面，剩下一个电光人就很好解决了。将两位超级反派交由警方处理后，帕克再次启程找到了犀牛人和毒蝎人。面对毒蝎人在暗处的偷袭，帕克用最快的速度先将其制服，剩下只会用蛮力的犀牛人根本无法奈何蜘蛛侠的高机动性。两位超级反派被打败后心态爆炸，犀牛人带着毒蝎人径直冲进了集装箱，开始了皇城 PK。另一边玛丽也在竭尽全力寻找有关魔鬼之息的线索，她一路从正面潜入，径直来到了市长诺曼的家中。通过在这里的调查，一切的真相也都串联了起来。原来市长投资魔鬼之息的研发，是因为他的妻子患上了一种名为神经退化的疾病。妻子离世后，儿子哈利也患上了这种可以遗传的疾病。为了救儿子，他研发了魔鬼之息，甚至邀请奥托联合参与开发。而李老板之所以这么恨市长诺曼，是因为他曾在孩童时期被作为了实验对象，最终让他成为了底片先生。李老板的父母也死在了这场实验失败中。不仅如此，玛丽还发现市长诺曼正在试图用逆向工程研制出新的蜘蛛侠，可他中途不小心撞倒了装有蜘蛛的容器，导致实验蜘蛛爬到了他的身上。可银雕雇佣兵还是发现了玛丽，他只能选择从高楼之上跳下。幸运的是，帕克及时赶到救下了玛丽。他们也得知了丁老板正在赶往研发魔鬼之息血清的实验室，试图销毁血清。当帕克赶到的时候，李老板已经先一步赶到，甚至抓到了市长诺曼。银雕女也在此时出现，在帕克的劝说下，为了拿到工资的银雕女只能选择帮助他拖延时间，这也让帕克暂时保住了市长的性命。眼见大仇即将得报，却被突然出现的蜘蛛侠阻拦。丁老板爆发出了所有的潜能，犹如须佐能乎般的幻影浮现在了他的身后。可尽管如此，丁老板依旧无法战胜这个失败的曼。帕克也赶紧从丁老板手中夺回了血清。可这时最后的超级反派章鱼博士出现了，但拿到血清的帕克却无心恋战，本想暂时逃离这里，却还是被章鱼博士打晕了过去。而章鱼博士也将目光看向了市长，甚至还浮现出了友善的笑容。随即他便带着市长离开了这里。当帕克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被银雕女送进了医院。虽然自己大难不死，但梅姨却已经危在旦夕。他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从章鱼博士手里夺回血清。然而在玛丽的身上，那只实验蜘蛛悄然出现。你以为他会咬玛丽？他就是不咬，就是玩。蜘蛛一路顺着阳台爬到了迈尔斯的身上，想也没想，直接就是一口。这也预示着未来将会多出一个蜘蛛侠。另一边，帕克回到了奥托曾经的实验室，解铃还须系铃人。他既然能够帮助奥托制造章鱼出手，那自然也能根据这个特性打造一套全新的战衣，这便是反章鱼战衣。此时章鱼博士已经将市长带到了奥氏企业的大楼顶端。面对这个曾经瞧不起自己的市长，他直接将之从高楼扔下。千钧一发之际，蜘蛛侠将他救了下来，并迅速的向着高楼之上奔去。为了夺回血清，双方的战斗一触即发。靠着新战衣优秀的防御和机动性，帕克不断对着章鱼博士发动进攻。可在战斗的过程中，章鱼博士打掉了帕克的面罩。他对看到蜘蛛侠真容并不惊讶，原来他早就知道了蜘蛛侠正是帕克，之前放过帕克也只是在给机会而已。说罢，双方再次开始了战斗。为了救回自己最亲的梅姨以及无数的市民，
名。帕克拼尽了全力，不断发动进攻，甚至不顾章鱼出手刺穿身体的痛苦，强行取下了章鱼博士脖子后面的芯片。没有了芯片，出手也失去了作用。章鱼博士也再次变回了奥托。帕克看了看曾经将之视为偶像的奥托博士，拿上血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监狱将是他最好的归宿。当帕克来到梅姨面前的时候，他却面临上了一个难以承受的选择题。如果用血芯救了梅姨，那么就没有了批量生产的样本。于是帕克只能强忍内心的痛苦，来到了梅姨的面前。Take off your mask. I want to see my nephew. You knew? I know everyone. I never wanted you to work. My dad. And I'm so proud of you. And then you too. All the people you've saved. Let's light it up. Live life in the moment. Why would we worry about what we might end I up? don't know what to do. Can't see us, they can't judge us. It's just that Yes, you too. you might wonder, only we know where we go when the sun comes up. 最终，梅姨的牺牲换来了成千上万市民的性命，这座城市也再次恢复了和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帕克渐渐从痛苦之中走了出来，他与玛丽也顺其自然地重新复合。故事的最后，迈尔斯找上了帕克，声称自己得了一种能够吐丝的怪病。帕克还以为这孩子青春期到了，直到迈尔斯展现出了自己的超能力。从这一刻开始，这个世界便有了2个蜘蛛侠，而迈尔斯的故事却才刚刚开始。我是秋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